各位叔伯阿姨、错边头尾，大家平安，欢迎收看健康之道，我是志玲。最近我真烦恼，听讲一件事，气甲妹讲也疼入心。阮社区一位退休老前辈，做人老实，规规矩矩一辈子。前2日去银行要领一点老本给孙子做奖学金，钱还没领到，反洗钱中心的电话、税务单位的查询就先到。老人家惊一下，面红血压飙，坐咧沙发流目屎。我领加急的血汗钱，怎样变作银行眼内的可疑人物？这是否冤枉道族无言？到底内面有甚咱平常人无知的美角？今载日，咱就关起门来讲一件跟咱老本最有关的代志。退休金、养老金是一世人流汗换来的，若因为无了解现实的规矩，领钱反惹麻烦，金甲困妹去，这不止冤枉，更加无职。真多观众朋友拢来问，怎样现在去银行领加急的钱？感觉越来越后宫，3不5时经被查。今天我就供这层代志捋糊清楚，特别爱提醒一个关键时间点，对今年1月开始，金融监管的风向已经真明确。若照旧习惯，老步速行，真可能呼系统直接锁起来看。在开始以前，拜托大家动动发财的手，留一句平安赚钱，支持志玲，也替咱家集讨一个好彩头。若还未订阅，诚心欢迎点击关注。以后有什么风险，我走住头前先帮嫩看清楚。好，咱言归正传，为什么我今载日特别强调1月这个时间点？因为依照上新的金融监管趋势，加上反洗钱的要求1年比1年严格，银行假税务单位中间的连线机制现在是越来越密，越来越紧。以前咱会感觉银行是银行，国税局是国税局，井水不犯河水，个人管个人，感觉是两码子代志。但是现此时无共款了，现在是网络时代、大数据时代，许多资讯已经是全线贯通。你的钱在银行内底怎样流动，对驮一个账户去驮一个账户，领多少现金，分几百领，隔多久又转出去，背后拢有一件增强的系统列监控。这件系统上惊人的所在就是一无讲人情，一只认数据。你无论是好人还是歹人，只要你的操作一踏着一的预警线，依旧先把你列入需要重点关注的名册，真多老前辈就会感觉真委屈，心内想，我这钱是一角一分省起来的，是少年时拼死拼活赚来的，又无是偷来抢来，我到底是咧金什么？领加几的钱，敢吗？犯法。嫩有这种想法其实真正常，但是嫩忽略了一个核心，现此时的监管逻辑变了，现在无事干交，看你的钱干无干净，而一更加是看你的行为像无像歹人。也就是说，若你领钱的方式、转账的路径看起来假洗钱、诈骗、漏税笔款常见的模式真诚，就算你的钱是干净的，也会先呼系统拍一个真大的问号。接下来你就爱非常辛苦去解释、去走证明、去提资料，万一讲没清楚，可能还会遇到罚款、议事补税、笔款代滞，真是费神、费力又费气，真没合啦。所以问题就来啊，到底是什么款的举动上容易忽人定住咧？对，今年1月开始有3条红线，大家千万无通去踏着。今载日我会搭配几个真实的状况，猜假碎碎，揉假幼幼，讲忽嫩明白，让嫩以后去银行领钱，昧加几将加几送去忽人检查。第1条红线叫做蚂蚁般错事的领钱，什么意思？我举一个例忽嫩听，咱隔壁里有一位许伯伯，今年70外岁，人族好，一世人捡长捏肚，手底存了300万的养老本。最近一因仔欲买错，头期款犹差一点，许伯伯疼子孙，就想将这300万领出来去补贴。但是许伯伯又听人讲，去银行100领大笔现金，比如讲超过50万，银行就要登记看证件，可能爱上报。许伯伯一听就惊麻烦，心肝也比较细胆，依旧想，那我无通100领贺记就无代志啊吗？于是许伯伯就加急想一个步数，每日去银行领4万9，亦是3不5时领个30万，横直就是无通，去碰到50万笔条线，以为加急真熬，闪过银行的规定，神不知鬼不觉。结果呢，钱都还未领完，银行的电话就来啊，后面连税务的查询函都寄到错里。许伯伯当场目走经假手一直撤，心内一直想，我每百都无超过50万呢，为什么邮员爱查我？这就是真多长辈上常见的一个误解，大家一定爱记牢。现此时这种智能监管系统，依上经的往往无视100大额，
而是有规律、真频繁，看起来倾向也故意闪避限额的交易。你这种做法，注专业顶头就叫拆分交易。你想看密，正常人哪会无代志，每日跑银行领4万9，亦是每周固定比1日就去领一注系统眼内地。这种行为就是真典型的洗钱特征，只有见昧的光的钱才会按你闪闪烁烁化整为零。所以许伯伯按呢做，不但无闪避成功，反而较轻，像是助对抗规则，将家己送去风控的枪嘴口。其实本来100领300万，你只要假银行讲清楚是欲与英仔买错，提购房合约意事意向，疏忽银行留一份底，哪怕银行照规定做通报，笔也是合规的，因为你的用途正当，来源也合理。但是你一拆散，性质就变了，系统会感觉你心内有鬼，敢是故意欲规避监管，一旦忽认定做可疑交易，后面麻烦就大估啊。所以志玲注这提醒大家，千万无通为了闪比个所谓的50万，就搞什么蚂蚁搬错，这真容易聪明反被聪明误。本来好好的，硬是加几将加几稿，假爱解释，爱补资料，爱受惊。前面讲到第一条红线，蚂蚁般错失领钱，真多人以为拆开领较安全，结果反而较倾向咧散规则，系统一看就起疑。接下来的2条红线，其实注真多家庭较常见，因为一看起来真有人情味，但是注大数据眼内反而真成洗钱假漏税的套路。这条红线叫做资金紧入紧出，意是过度转账。什么叫紧入紧出？意思就是钱一入账，犹未放多久，随就大额转出去，亦是短时间注好几个账户中间来回转，学来学去，路径看起来真无自然。真多长辈会感觉我又无事做歹事，我只是想低调一点，亦是无想忽人知。但是偏偏就是这种金显眼的心态，尚容易将家己弄到风控名单内面。我先讲一个状况，真多家庭一定有过，倾向有一位林阿姨，一想提一笔钱支持扎某减做小生意，简仔欲创业嘛，做老母的当然想帮赞一下，但是林阿姨心肝内又惊，若我直接供150万转与扎某减，敢会忽税务比边认定是赠与，敢爱矫正与税，亦是一感觉直接转账真显眼，无想乎亲戚朋友支引扎某减手头忽然多一笔钱，于是就想一个学路的方法，先将150万转与家己的小妹，然后再叫小妹转与扎某减。林阿姨心内想假真单纯，我学一圈，将水搅浊，别人就看昧清楚啊。但是我假嫩讲，这种做法，注现此时的金流追踪技术面前，真正叫做大错特错。现此时系统掠金流的能力增强，钱对坨位出，经过啥人，最后到坨位，倾向一条一条会发光的线，清清楚楚。你学几弯，过几个人手，系统拢看会到，而且还会更加在意你为什么爱学，你学的理由合无合理。林阿姨这种先于小妹，小妹再转与扎某减，注系统看起来就真成资金回流，亦是所谓的过桥金。这种模式常常出现注洗钱亦是漏税的手法内面，特别对今年1月开始，针对笔款无视直系亲属，亦是无合理商业关系的大额资金往来，监管会较严。你想看密，林阿姨的小妹忽然进来150万，无多久水转出去，这注系统眼内就会问，这是什么收入？为什么进来？为什么随出去？若小妹解释昧清楚，税务笔头真可能就会认定这是一笔赠与，亦是其他性质的收入，后面就有可能爱补税，甚至者爱缴滞纳金。你看，本来是好心想欲帮赞杂某减，结果搞假家及假小妹，拢乎人间来问去，甚至着爱补钱，这是否冤枉假欲哭无目屎？所以注这字，林爱提醒嫩，越想用学路来闪系统，系统越感觉你有代志，反而你光明正大100到位，理由讲清楚，真多实证教妹出问题。再来，还有一种紧入紧出嘛，真常见，尤其是老人家遇到拆迁款卖错钱，亦是100姓的退休金入账，真多人是按呢，钱一进来，心内真激动，妈真紧张，经抗住同一个账户无安全，亦是惊乎人知，遂立刻分散转到好几个账户，有的转与后生，有的转与扎某减，有的随去买理财，甚至同一宫内就转出好几注。你站住家人的角度会感觉这是分配家产、安排生活而尔吗？但是站住银行风控的角度，一看的是一笔大额刚才进来，随就大量分散，紧速转出，倾向账户忽然倒去，倾向有人注用你的账户做资金分流。
这种节奏伤紧，真容易触发风控。所以志玲讲一句真生活化的，大额资金进来的时阵，你无通倾向咧走，难比款紧行军。你爱稳一点，慢一点，晨会劳气。该准备的用途说明，该留的资料先留好，该分配码无是无法度分配，但是无通一下载全部，同一时间倾向撒豆仔笔款撒出去。你越是突然，越是紧速，越是分散到增多无相关的账户，系统就越容易将你列为异常。好，第2条红线讲完，咱来讲的3条红线。第3条其实增多中老年朋友较容易踏着，因为老辈习惯用现金，感觉现金摸会着才安心。这条红线叫做现金交易伤过季，亦是资金来源讲昧清楚。增多做小生理的，做功课的，重做的，亦是以前真习惯收现金的长辈，错内常常会抗一笔钱，有的几十万，有的百万，塞住床仔脚，抗住储仔，锁住铁盒仔底，感觉按了才踏实。但是现在问题来啊，你若是忽然提一大包现金去银行存，亦是你欲买错买车，人家要求你爱走银行转账，你不得不将现金先存落去。这阵时银行会问你一句真现实的话，这笔钱是对驼位来的，你若是因我存的啦，银行谁会问你存几年，怎样存，有收入证明无，有提款记录无。你若是什么拢提没出来，干交奖就抗住错内慢慢攒的，银行就会真为难。无是银行无信你，是现此时反洗钱规定对大额现金的来源审查真严，系统会想，这钱敢会是诈骗来的，敢会是赌博来的，敢会是不明收入。无法度，干交靠一句我存的就放行。我就讲一个例子，有一个邻居叶叔叔是足老实的做色人，这数年卖菜卖粮，一分一分攒，存了80万现金，长期抗住错内铁盒仔，顶不久一想讲将钱拿去存定期，赚点利息吗？好，结果去银行存的时阵，忽然间假哑口无言，面拢红关公，因为一无薪水单，也无纳税证明，钱就是每日卖菜一点一点攒的。柜员其实嘛，感觉一成好人，但是规定就是规定，爱行一套核实流程，最后拖磨好几日，又是找里长开证明，又是写情况说明，才终于将钱存落去。叶叔叔转来就感慨讲一句，以后无敢注错内抗，贺记现金啊，存钱比赚钱卡艰苦。所以志玲柱这爱提醒，若你手头真正有真记现金，趁你还躺将来源讲清楚，证明早会着。慢慢的，合规的共一放入银行体系，无通等到以后较严啊，变作你提着注钱开妹出去，存妹落去，比才真正尴尬。好，3条红线讲完，你一定爱问，那咱一般老百姓，尤其是中老年朋友，到底爱怎样做才会用钱方便，又昧乎银行假国税局定注列？注这我照你原本的内容，帮大家将4个保平安的锦囊，用较好听，成咱台湾人讲话的方式整理出来，让你一听就知应怎样做才安全。第1个锦囊，光明正大，照实讲明。真多人一听着什么大额交易报告，就金甲想预闪，其实你无免惊。这个报告大部分是银行后台系统自动走的，并无是讲你忽人当罪犯。只要你的钱来源合法，用途正当，你就大大方方假银行讲清楚，你是欲与减载买错，还是欲取新妇，错内装修，亦是医疗需要。你甚至将结婚请帖、装修合约、购房意向书带着，呼银行留底一份，系统看你有合理的证据，就比较昧将你列作可疑。反而你遮遮掩掩，明明是装修款，煞讲是买菜钱，愈讲愈怪，才容易引起怀疑。第2个锦囊，善用转账，尽量少用现金。现此时是电子支付的时代，咱长辈嘛，爱慢慢学会跟上。你会用转账处理的，就无通提一大袋现金跑来跑去，因为转账有记录，钱对驼位来到驼位去，一目了然。银行上假意这种会当追溯的交易，比如讲你欲帮减载买错，你直接对你的账户转到建商账户，亦是转到减载账户，再备注写购房款3字，这就是上清楚的证据。万一以后有人问，你将转账记录印出来，谁也冤枉你妹去。较要紧的是安全，无免金路顶呼人丁，无免金假钞，也无免金现金昧见去。第3个锦囊，保留证据，建立家庭账本。过日子爱有留痕的概念，尤其是大额往来，你借钱与亲戚关系再好吗？爱有借单，你用转账就将转账凭证留好，
爸妈欲与减载一笔钱，尚好吗？有简单的赠与协议，甚至去做一个公证。这寡只平常看起来倾向无路用，但是一旦遇到税务稽查，议事错内真正有什么争议，笔寡单子就是护身符。做生理亦是有租金收入的朋友较爱注意，每一笔收入支出拢爱记清楚，因为现此时大数据查税真厉害，你收入假支出无合，系统谁会跳警示？第4个锦囊，专卡专用，公私分明。增多长辈习惯将所有的钱参注一张卡，退休金、理财、减载会的生活费、人情往来，通通缴作伙，加几看昧清楚。系统嘛，容易误判。较好的方式是将账户分一分，一张卡专门领退休金甲日常开销，流水就是小额珍藏；另外一张卡专门做储蓄假理财，平常无动，一动就是较大额。按呢，资金样貌真清楚，系统一看就知引坨一张是过日子，坨一张是存钱，一动昧乱跳警示。葛有错内若有做小生理的，真正无通用人，储蓄卡去征频繁收支，尚好开专门的结算账户；若无，个人账户流水商大，交易商密，银行真容易判定你著作经营性活动，后面可能会遇到冻结、议事补税的风险。朋友们，时代骤变，咱用钱的习惯嘛，爱跟咧调整。政府将规则弄假较严，讲到底是要打击犯罪，维护金融安全，真正欲保护的还是咱老百姓的钱袋子。你只要身正无金引邪，照规矩来行，就无什么好烦恼。特别到1月，各家银行年底清算、合规检查，风控力度一定比平常较大估。这个节骨眼，千万无通做笔款，加急以为真熬的小动作，真容易一做就中。凡事加问一句，加准备一点资料，加留一点证据。咱辛苦一世人，存一点钱无容易，比是晚年看医生时要的底气，马是留于子孙的一份心意。无通因为一时糊涂，亦是无知规矩，让原本的爱心变作麻烦。前面讲了贺季，其实核心干交一件代制，对今年底一路延续到明年1月1日以后，银行的检查真正会较严，而且无是咧吓唬人，是实实在在驻走系统，驻对资料。真多长辈会感觉奇怪，我干交是去领加给的钱，怎样倾向便做错事同款？问题无是祝你敢是好人，而是祝你用钱的方式敢有刚好踏着系统上敏感的所在。所以我才会用金载日这个标题提醒大家，最新资讯1月1日起银行大检查，千万无通按你领钱，若无乎国税局定住，存款便废止。这句话听起来真重，但是无是预惊你，是预叫你无通格用以前笔套的习惯去面对现此时这套的规则。规则变啊，你无变，麻烦就真容易揣上门。真多朋友会问一句真实在的话，那我若是真正呼人间住，敢会真严重？老实讲，大多数情况昧一来就罚你略你，但是真正麻烦的是后面比长串解释、补资料、走流程的脱模。你爱去想，银行一旦将你标作需关注，后面无但是这100，以后你隔领钱、隔转账，系统都会较敏感定住你。这种感觉倾向什么？倾向你明明无做歹事，但是没摆过海关拢呼人叫去边仔检查，比个压力真正无事，钱会当算的。祝1月1日时间点前后，给大家几句实在的生活总结原则。第一，钱会当动，但爱倾向正常人，无通规律向上班打卡，也无通故意闪避。第二，钱会当与错内人，但路径爱直接，理由爱讲清楚，你愈学，系统愈无放心。第三，会转账就无通提现金，有流水记录就爱留。现在无事比胆大，是比资料齐全，真记长辈心内有一个结。我一世人守法，怎样老啊，反而爱学贺记。无是你变麻烦，是整个环境变啊。以前现金记资料少，现在现金反成高风险。这无是针对老人，是金融环境行到这一步，咱这顺规则行，才少吃亏。你爱记牢，账户内比注钱是你少年吃苦省用流落来的，是你晚年生活的底气。这钱是寓于你安心，无是与你每日提心吊胆。与其事后忽人间脱模，无宁事前将方式做对。也拜托大家，无通听坊间教你闪银行币50万的讲法，祝金载日，这倾向害人。你以为钻漏洞，系统看来是对抗规则，最后吃亏的往往是上老实的人。金载日讲较深较重，是因为我无希望你接到银行电话、国税局批信才后悔。
钱歹赚，手绘老笔赚教计格较重要。若感觉这内容有帮助，请你按赞、转与老朋友、兄弟姊妹，欲济人之，欲少人吃亏。若助存钱、领钱、转账、税务顶头有疑问，欢迎留言，我会看会提醒。理财是咱这年岁爱学的功课，方式对，钱就替你撑住后半世人。感谢收看，祝身体健康，心内踏实，财源稳稳来。下期健康之道，再见。